看我这副样子，人们都叫我陈总，觉得我什么都有。可我知道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财富，他连一个安心的觉都买不来。我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，因为清醒时，那些记忆就会像刀子一样捅过来。小贤倒在血泊里的样子，小佳最后看我那冰冷又绝望的眼神，是我，都是我。那个沉迷赌博的混蛋，那个甚至想过卖女儿还债的人，是我把小贤逼上了那条绝路。如果那天我拦住了他，因为酗酒，我该爱啊，只是小佳到死都不肯再见我一面。爸爸知道我不配，如果能重来，这是我年轻时的家。我不是已经摸了摸脸，看了眼镜子里年轻的自己，又猛地看向墙上的日历，1982年4月15日，这一天是这一天，老天爷，不管是谁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小贤还活着，小佳也还小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快，再快一点，绝对不能让他上车，绝对不能重复那个结局。小贤、小佳，别去！我看着他们，眼泪根本控制不住。这张在我梦里出现了无数次的脸，现在就在我眼前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赌了。我发誓，我用我的命发誓，我要洗心革面，赚钱养家，让你们过好日子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家里真的没钱了，求你放过小佳吧。他不信我，他当然不信我。我曾经的那些混账事，早就把他的信任消磨殆尽了。看着他像护着幼崽一样护着小佳，防备的人却是我，这比杀了我还难受。灰尘扑在我脸上，带着土腥味。这一刻的痛苦如此真实，提醒着我，这不是梦。小贤，我知道你现在不信我，没关系，这辈子还很长，我会用行动一点一点把你的信任争回来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你们母女受到任何伤害。我陈山说到做到。陈山家简陋的院子，岳母被猛地推开，岳父手持扫帚，怒气冲冲，岳母一脸焦急地跟在后面。看到眼前景象，岳父更是火冒三丈。陈山，你又欺负我女儿和外孙。看着岳父因愤怒而涨红的脸和岳母眼中那熟悉的担忧，我的鼻子一酸，视线都有些模糊。我心里猛地一沉，差点忘了这笔迫在眉睫的债务。前世就是他们今天的逼债，成了压垮小贤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才让他明天绝不能再这样。我必须稳住他们，必须争取时间。家人都在身后看着我，这是我必须独自面对，并且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难关。陈山上前一步，将家人完全挡在身后，面对父母。钱我一定会还，回去告诉龙哥，宽限我3天。3天之后，我陈山连本带利一分不少的还给他。行，3天后我们会再来，要是不还钱，就砍断你全家手脚，送你老婆去要死。混混们转身离开。这时，邻居孙大旺揣着手，晃晃悠悠地出现在院门口，脸上挂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讥笑。老林头，瞅瞅，这就是你当初拍着胸脯选的好女婿。当初要是把你家林贤娶给我家小旺，现在能受这罪，天天被堵门讨债，脸都丢尽了。孙大旺这个小人，看到他前世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。村里当时明明让他通知各家，北山有狼群下山，异常危险。可就因为他家儿子提亲被拒，他竟故意隐瞒了消息。就是他间接害死了小贤。爸，把你的公母和设陷阱的家伙事都给我。你又要闹哪出？我去北山采山货、打猎，2天之内我一定把钱赚回来。众人闻言皆怒惊动。北山山势险峻，野兽出没是常事。孙叔，你不是常吹嘘自己当年是村里最好的猎手，谁都看不起吗？怎么样，敢不敢跟我一起去，也让我这晚辈亲眼见识您的真本事？孙大旺脸色一变，肉眼可见的慌张起来，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。跟你这种废物上山，
我怕脏了我的鞋。北山也是你这种货色能去的地方，找做白日梦，我才不跟你瞎胡闹。尊大王几乎是脚底抹油，快步溜走。他果然不敢去，更不敢提野兽的事。这副心虚的样子，几乎印证了我前世的猜测。这个懦夫，但现在不是跟他算账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弄到钱，解除危机。爸，装备借我。岳父看着他的眼神，犹豫片刻，终于重重叹了口气，转身去取。陈山成功获取了必要的工具。村口，陈山背着列举跳上前往隔壁乡的拖拉机，同时还有其他乡亲。师傅，去姑娘山在哪下车进？啥？姑娘山？你小子不要命了？那地方邪门的很，老辈子都说闹鬼，晚上能听见女人哭。不止呢，去年老王头进去，说是看见比牛还大的老虎脚印了，骨头都没找回来。看着他们惊恐万状的样子，我差点笑出声。什么闹鬼，什么老虎，不过是那伙盗墓贼散布的谣言。上辈子他们落网后，警察都澄清了，现在这座山就是个无人打扰的宝库。陈山紧紧抱着自己的装备，目光坚定地望着姑娘山的方向。老哥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再说了，富贵险中求嘛。村民们纷纷摇头，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陈山。拖拉机在岔路口停下，陈山利落地跳下车，朝着云雾缭绕的姑娘山走去。陈山家中，夕阳西下，小佳趴在窗台上，眼巴巴地望着外面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爸爸去给小佳赚钱了，很快就回来。那有钱了，小佳可以吃糖葫芦吗？就要1串。林贤看着女儿期待的小脸，心像被针扎一样疼。他到底去哪了？会不会又去赌了？不，他今天的样子那么认真。可是，岳父在屋里焦躁地踱步，突然狠狠一拍桌子：“这个混账东西肯定又去赌了！我早就说过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后天那些人再来可怎么办？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”小佳被吓到，缩进妈妈怀里。林贤紧紧抱着女儿，眼中泪光闪烁，却强忍着没有落下。姑娘山深处，雾气忽地被风吹散，阳光穿透枝叶，砸在腐叶层上。陈山拨开齐腰灌木丛，猛地定住，柴刀哐当掉在地上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把财神爷的家底搬这了！人参扎堆长，银枝落得比我还高，一根身换半袋白面，这一袋子够家里吃1年。祖宗保佑，可别断了须子，这都是活命钱。灵芝宝宝跟我走，保准让你比供销社的白糖还金贵。布袋塞得鼓鼓囊囊，陈山扛着往山下走，刚转个弯，3个盗墓贼从树后窜出，泥污满脸，青筋暴起。哪个不长眼的杂碎，敢在老子的地盘采山货，活腻歪了是吧？老大，这脚印比牛蹄子还深，指定是个壮士货，追上去抢回来，不然龙哥得扒了咱们的皮。抢个屁！先追上再说，分山路包抄，他跑不了。3人跌跌撞撞追出去，互相绊脚，摔成一团，发出咚哐巨响。镇子集市角落，陈山刚掀开布袋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嗖地凑上来，手搓得飞快，脸上堆着假笑。老乡，可算找着好东西了。我是县要塞站的，50块1斤，实打实公道价，一般人我还不给他这待遇。你蒙谁呢？昨天我刚去药材站问过，这种年份的参2001斤都算便宜，拿我当冤大头仔，你也配？乡下人懂个屁，这地界我说了算。今天要么50块卖我，要么一根都别想卖。信不信我让你在集市上待不下去？4个混混呼啦啦围上来，胳膊交叉抱胸，其中一个抬脚踹飞旁边的石头，石头砸在墙上，砰的响。小子，是想点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哥几个让你尝尝打本推了滋味。想抢东西，先问问我这力弩答应不答应？打兔子百发百中，打混混也不含糊。要么按2001斤买，要么我现在就去公社报案，说你们聚众想买强卖，看谁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敢跟我叫板？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管你背后是谁，今天要么给钱拿货，要么咱们就去公社评理。我陈山以前混，但绝不怕你们这种黑恶势力。算你狠，200就200，赶紧把货给我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陈山说完钱揣进怀里就走，嘴里哼着小跳，留下男人和混混们原地跺脚慢慢。
陈家院门口，林贤抱着小佳来回踱步。娘，爹怎么还不回来？他是不是忘了给我买糖葫芦？我都快把糖葫芦想疯了。快了快了，你爹采山货去了，回来就给你买，还能买白面馒头吃。再等等啊！哐当一声巨响，龙哥带着4个混混大摇大摆走进来。陈山呢？躲哪去了？今天还债的日子，没钱就拿老婆孩子抵债，跟我走，债一笔勾销。你敢？陈山很快就回来，钱肯定凑齐。你敢动我闺女和外孙女，我跟你拼命！一个混混抬腿就把林老头踹倒，造肘摔出去老远。林老头捂着腰，哼哼唧唧爬不起来。老东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再挡着，连你一起收拾。小佳吓得扑进林贤怀里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娘，我怕，我不要跟坏人走，我要爹。林贤抱着女儿贴紧墙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手悄悄摸向衣襟里的剪刀，眼神决绝。住手！都给我滚开！谁敢动我家人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他横尸当场！龙哥踩在尸模上，手指点着身边混混，语气阴狠。实话告诉你，这几个废物欠我300块赌债，今天必须还清。他们说你家陈山没钱，拿老婆孩子抵债，正好，跟我走，债一笔勾销。林老头挣扎着从地上爬起，还要往前冲，被陈山死死拦住。孙大旺站在围观人群中，双手抱胸。林老头，后悔了吧？当初把林贤嫁给我儿子，哪会遭这份罪？陈山就是个窝囊废，自己躲着，让老婆孩子替他还债。孙小旺凑上前，满脸讥讽。就是，我要是林贤，早就离婚了，跟着这种人，一辈子翻不了身。村民甲乙低声议论，眼神带着同情与指责。好好的姑娘，怎么就嫁给陈山这个赌鬼？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？可怜是可怜，但也是自找的。当初谁劝都不听，现在出事怪谁？赵老五从人群中走出，挡在林贤和小佳身前。住手！不准欺负林贤嫂子和孩子。龙哥低头瞥向赵老五，语气轻蔑。哪来的野小子，也敢管老子的事？你想替他们还债？赵老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钱袋，递到身前。我暗恋林贤嫂子好几年了，这是我攒了5年的积蓄，320块，够还债了吧？林贤睁大眼睛，满脸难以置信。孙大旺手里的瓜子掉在地上，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。龙哥一把抢过钱袋，快速漱了漱，揣进怀里。算你们运气好。走！混混们骂骂咧咧，转身离开。大哥，我们为什么不走？不懂就闭嘴，都给我藏好了。林老头对着赵老五拱手，声音哽咽。老五，谢谢你，大恩不言谢。林叔，不用谢，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人。赵老五往前迈一步，声音抬高，眼神直盯着林贤。林贤嫂子，只要你跟陈山离婚嫁我，这300块债我替你还。但小佳是拖油瓶，不能带过来。村民甲乙凑上前，语气怂恿。答应他，跟着老五比跟着陈山强。老五踏实肯干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就是，小佳带着确实累赘，老五能帮你还债就不错了。孙小旺跳出来，满脸得意。我出310，嫁我，多给10块彩礼，小佳也不用带。我家有3间大瓦房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我出320，我还能给你买新衣裳，每月让你回娘家1次。我出330，我爹认识公社的人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。两人像拍卖般抬价，林贤抱着小佳往后缩，脸色惨白。岳母冲上前，眼神愤怒。你们还是人吗？小佳是我外孙女，你们敢嫌她是拖油瓶？我跟你们拼了！黄小旺一把推开岳母，岳母踉跄着要摔倒，陈山及时扶住。陈山拎着装蘑菇和兔子的布袋走进院，孙大旺指着袋子失笑。看，这就是你家陈山采的山货，就这点破东西，够换哪门子债？果然是游手好闲的料。山里长大的连山货都不会采，真丢人。赵老五转向陈山，语气轻蔑。陈山，你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，不如让给我，我能给他们好日子过，你能吗？陈山将布袋往地上一放，眼神冷厉。债我自己能还，小贤是我老婆，小佳是我女儿，轮不到外人智慧。谁要是再敢打他们的主意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陈山抬手猛拍石磨，声响盖过所有嘈杂。看热闹的都散了，各家过各家的日子，别在这嚼舌根。再不走，就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村民们见陈山眼神凌厉，纷纷后退离场。只剩赵老五、孙大旺和黄小旺。陈山掏出一沓钱，数出200块，递给龙哥。这是还债的钱，点点清楚，少1分我跟你没完，多1分当给你买水喝。够够够！陈兄弟果然敞亮。混混们转身要走，陈山出声喊住。等等！陈山又数出500块递过去。这500块给兄弟们喝茶。我这人护短，最不喜欢别人惦记我老婆孩子，也不喜欢有人在我家门口撒野。今天这事该怎么了断？不用我叫你吧。明白，陈兄弟放心，这事我肯定办得妥妥的。龙哥转头瞪向赵老五和孙小旺，厉声呵斥：你们2个
敢打我寨主家的主意，给我往死里收拾！两个混混扑上去拳打脚踢，赵老五、孙小旺惨叫着抱头蹲地。孙大旺上前阻拦，语气急切：“龙哥，咱们是一伙的，你怎么帮外人打我儿子？”谁跟你一伙？拿了陈兄弟的钱，就得听陈兄弟的。你儿子和这小子不是想抢人老婆吗？打得好！龙哥指向自己小弟，语气严厉：“你们几个平时偷懒耍滑，办事不力，也互相练练，让我看看你们的能耐！”混混们面面相觑，随即互相殴打，院子里一片哀嚎。陈山冷声呵斥：“行了，带着你的人滚！以后别再踏进我们村半步，否则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”是，陈兄弟放心，我们再也不敢来了。龙哥带着人灰溜溜离开。孙大旺扶着孙小旺慌忙逃窜。陈兄弟是个敞亮人，以后有事尽管找我。在这一片，我说话还算管用。龙哥带着鼻青脸肿的混混们离开。孙大旺、孙小旺和赵老五也慌忙逃窜。陈山回屋，掏出剩下的钱，霍霍一打，足有1000块，放在桌上。你这钱哪来的？可别是去抢的，咱们做人要本本分分，不能走歪路。爹放心，都是卖山货挣的正经钱。我去了姑娘山，那里有很多珍稀山货，卖了个好价钱。以后我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顿顿有白面，小家能天天吃糖葫芦，林贤也能穿上新衣裳。林贤抱着小家站在一旁，看着桌上的钱，嘴唇动了动，眼底的防备渐渐淡去。油灯昏黄，林贤抱着小家躺在床上，眉头紧皱，嘴里嘟囔着梦话：“陈山，你别打我，别碰小家。”陈山坐在炕沿，轻轻擦去林贤眼角的泪。都是我以前混蛋，让你们受了这么多苦，以后我一定拼命赚钱，把亏欠你们的都补回来。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，再也不会了。篝火噼啪作响，3个盗墓贼围坐。没想到这村里还有敢闯咱们地盘的愣头青，上次让他跑了，还踩走了那么多山货，这次他再来踩山货，直接做掉，省得坏了咱们的事。老大，他带着猎弩，不好对付吧？咱们要不要多找几个人？猎弩算什么？咱们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。等他再来，咱们设个陷阱，让他有来无回，到时候山货还是咱们的，墓也能安心吗？陈山背着猎母，挎着空布袋，站在院中，准备出门。把外套带上，山里风大，别着凉。我走了。出门在外，一切小心。爹娘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陈山背着猎母，沿乡间小路往姑娘山走。路过一片松林时，远处传来急促呼救声。你们是谁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行凶！少废话！你手里的欧洲瓷器订单合同，今天必须留下。陈山凭借前世记忆知晓，这是沈啸坤创业初期的生死劫。前世沈啸坤维护合同被灭口，且合作方3个月后会引走4被查封，按原计划供货，将血本无归，惹祸上身。住手！哪来的多管闲事的，找死！陈山扣动扳机，舞剑擦着黑衣员胳膊飞过，钉在树干上，枝叶簌簌落下，他上前一步，挡在沈啸坤身前。光天化日行凶，就不怕公社和公安找上门？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多谢兄弟出手相救，大恩不言谢，我沈啸坤敬你一辈子。举手之劳。不过沈先生，你手里的欧洲瓷器订单，建议尽快终止合作。3个月后，这家合作方会因走私被查封，到时候你不仅收不到货款，还可能被牵连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这合作方是我托了多层关系才搭上的，查封消息更是无从知晓。我只是偶然听过一些内幕传闻，你若信我，尽早止损换合作方，方能避开风险。我信你。兄弟既救我性命，又帮我避开灭顶之灾，这份情我没齿难忘。这是我的信物，日后你若有任何难处，凭此令牌找我，我必倾力相助。等我处理完后续事宜，定当登门重谢。沈先生客气了。折返姑娘山刚走没多久，脚下一空，险些坠入插满尖锐木刺的深坑。这帮盗墓贼是真要置我于死地。陈山查看陷阱痕迹，嘴角勾起冷笑，握紧猎母，警惕地往山里走去。陈山快步找到槐树下的村长，语气急切：“村长，大事不好！山里藏着一座大墓，10有8九是你们村祖上某位高官的，正为一伙盗墓贼糟蹋。我刚撞见他们设的陷阱，就是怕有人发现，赶紧叫上村里壮丁，咱们一起去抓贼，保住祖宗的东西。”你说啥？祖上的墓？这可不是小事，要是被糟蹋了，咱们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？村民们都出来，带上家伙，跟我上山抓盗墓贼，护着咱们祖上的墓。谁要是不去，就是对不起祖宗。小杨村村民们陆续聚集，跟着陈山往山里赶，队伍浩浩荡荡。真有古墓，绝不能让外人毁了，必须抓住盗墓贼。跟着陈兄弟走，他都找到了陷阱，肯定靠谱，给祖宗报仇。大家听我安排，分成3队，从东南北3个方向包抄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注意脚下，别踩陷阱，齐心协力，一定能一网打尽。好，听陈兄弟的。村民们有条不紊的散开，按计划包抄。后生可畏啊！我活这么大年纪，
从没见过你这么有胆识、会安排的年轻人。快点，动作麻利点，早点骂完早点走，别被人发现了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，快走！盗墓贼们刚转身，就被从各个方向围上来的村民团团围住。都怪你，当初非要设陷阱惹陈山，现在把村民都引来了。还不是你没用，连个人都拦不住，现在说这些有啥用？闭嘴！都什么时候了还内讧？陈兄弟，误会都是误会，我们就是路过，不知道这是你们村的墓，我们这就走，墓里的宝贝都给你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现在知道怕了，糟蹋别人祖宗的东西还想害人，今天没那么容易走。乡亲们，这些盗墓贼毁咱们祖宗的墓，还想害人性命，不能饶了他们。对，不能饶了他们，给祖宗报仇。村民们怒目而视，盗墓贼们缩在原地，脸色惨白。陈山，这山货是咱小杨村的，你凭啥一个人拿？该给全村分了。就是山里的东西归集体，哪能让你独吞？你们有没有良心？要不是陈山兄弟，咱祖上的墓早被盗墓贼毁了。他是咱村的功臣，别说山货，拿咱家里东西都该。谁再反对，我把他赶出村。村长客气了，咱村的菜和菌类总卖不上价，好多烂地里，不如你们每天把新鲜的供货给我，我按比收购站高2成的价收，按时结账，我拉去城里卖，咱双赢。我认识他，以前是赌鬼，游手好闲，欠一屁股债，这是想诈骗咱。对，他哪有本事卖菜，咱的血汗可不能白抵骗子。这是500块定金，我骗了你们，钱归你们，我任你们处置。我以前混蛋，但现在想好好过日子，绝不坑人。不信咱立字据。我谢你，陈兄弟是敞亮人，帮咱守了祖坟，还想着帮咱卖菜，不会坑咱。愿意供货的，明早把东西集中到村口，我登记。陈兄弟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沈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上次你救我性命，还点醒我避开瓷器生意的坑，这本情我一直记着。打听了半天才知道你在这村，特意过来送点包礼。我的老天爷，这绸缎摸着都滑溜，城里供销社都抢不到。300斤精米，够咱全家吃大半年了。能让这么大的老板亲自送礼，陈山好像真不是以前那个赌鬼了。诸位乡亲，陈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个实在人，他帮你们卖菜，肯定不会亏了大家。沈先生客气了，陈兄弟是咱村的功臣，您放心，咱肯定好好跟他合作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，以后有难处随时找我。这些精米分20斤给村里的5保户，剩下的我拿回家里，绸缎先存着，以后给零钱做件新衣裳。陈兄弟不光有本事，还心善，咱村跟着你，肯定能过好日子。我带个头，我家和3个子女家的菜都供陈兄弟，山里的山货也都留着给你，谁私下卖就是打我的脸。村长都带头了，我家也供，我家的菌类天不亮就摘好了，这就送过来。陈山对着村民们拱手致谢。很快，一板车带露水的蔬菜菌类装满，绿油油的菜叶子格外鲜亮。陈山拉起板车往城里方向走，村长儿子女儿围在身边，满脸不解。爹，你咋这么大方？陈山以前是赌鬼，万一他卖不出去不给钱，咱不亏大了。为点人情搭自家菜，太不值了。你们懂啥？陈山这后生有胆识，脑子活，还帮咱守了祖坟。今天沈孝坤都亲自来送礼，能是一般人跟着他，咱村的菜肯定能卖好价，总比烂地里强。一个骗子突然窜出来，拦住陈山的板车，脸上堆着假笑。陈兄弟，可算逮着你了！上次我眼下骗你是我不对，这次真有好事。沈孝坤沈先生托我找你，说陈山手里的食材靠谱，让卢国柱卢老板优先用他的货。卢老板生了儿子107天流水席，正急着收新鲜菜呢。陈山停下脚步，眼神带着疑问。沈先生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，快跟我去，卢老板在招待所等着呢。说实话，市场上的菜种类更全，我本来更倾向于在那边统一采购。刘老板，您瞧这白菜，刚从地里拔的，叶上还挂着生气呢，咬一口脆生正的。市场上那些菜看着光鲜，可好多都是长途运过来的，搁1-2天，杏子都快软了。您流水席要的就是个新鲜劲，客人吃着地道，才会夸您会办事。确实是刚摘的，水分足，但这7天的量不小，你能天天都送这么新鲜的来？要是中间断了档，我这几10桌席面可就砸牌子了。您这话问到点子上了，咱村家家户户都种着菜，我下午就挨家挨户统计，明天起每天清晨现摘现送，保证日出前送到招待所门口，绝不耽误您开席。而且咱这菜没打农药，施的都是农家肥。城里来的客人吃惯了大棚菜，尝尝这纯天然的香苦味，肯定得问您在哪买的。你这小子嘴倒是挺会说。不是我会说，是咱的菜真过瘾。
您看这萝卜，表皮光滑，水分足，生吃都脆甜。您流水席，不管是清炒做汤还是凉拌，都合适。再说了，我天天送货，您要是觉得哪批不好，随时能找我，比市场上那些流动摊贩靠谱多了。行，冲你这份实在很新鲜，这7天的菜我全用你的，每天按这个品质送过来，价格就按你说的，1分都不会少你。谢谢卢老板信任，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来，保证让您和客人都满意。总算把这7天的活谈下来了，手里有钱，心里才踏实。林贤跟着我也没想过服，衣上都是带补丁的，平日说话都不敢大声，这回可得让他高兴高兴。小家长这么大，也没痛快吃过几顿肉，今晚可得让他解解馋。陈山，你小子站住！大伯，有事。你这肉和熟食是从哪来的？你以前赌钱输的叮当响，连饭都吃不饱，现在突然有这么多好东西，肯定是偷哪家店的。大伯，说话得讲证据，这是我今天给卢老板送菜赚的钱买的，光明正大，不是偷的。爷爷，我要吃肉，囊说吃肉能长高高，我要补身体。听见没？我孙子正长身体呢，你把这些东西送我家去，你一个大男人吃这些也是浪费，不如给我孙子补补。你做梦，这是我给我老婆孩子买的，凭什么给你？你小子胆肥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是你大伯，论辈分你得敬着我，让你把东西给我孙子补补，那是瞧得起你，还敢顶嘴，真是反了你了。长辈，你配吗？我父母双亡的时候，我才15岁，你仗着儿子多，把我从家里赶出去，抢占了我家的房子和地，让我流落街头，差点饿死在冬天。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自己是长辈，怎么不心疼我？你胡说八道，那房子和地是你父母自愿留给我的。自愿？全村人谁不知道这事？我父母刚走，你就带着你那几个儿子把我的东西扔出去，锁上门不让我进，还说我是丧门星。这些年我吃了多少苦，你从来没问过一句。现在看到我过得好了，就想来抢东西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你今天这东西别说给你，你再敢打主意，我就去镇上告你抢占他人财产，到时候让你在全村人面前丢尽脸面。你气死我了！哎呦，我的胸口！别在这装模作样，我没空搭理你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多吃点。以前你总说身子虚，这肉补人，得好好补补。乖女儿，你吃，娘不饿，你长身体，再多吃点肉。我少吃点没关系，娘以前受太多苦，把身体养好比啥都强。小佳，爹对不起你，以前让你跟着受穷，连块肉都不敢多吃。爹，我不苦，现在日子越来越好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陈山，别这么说，以前的苦都过去了，你踏实肯干，一家人在一起比啥都强。以后爹让你们天天有肉吃，再也不用省着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不用让来让去。那我们一起吃，以后咱家再也不用省了。爹娘，你们快吃，以后家里的事你做主，我们都信你。
村长，昨天的菜钱。陈山，你生意越来越红火，这次的菜都是现摘的，新鲜着呢。谢谢村长，但菜这么堆着不行，看着乱，客人不舒心。大家看，这样分类捆扎，既整齐好看，客人买着方便，还能卖好价钱。好，陈山这法子真妙，大家都学着做，咱们小杨村的菜得有好模样。好。反了天了，陈山那龟孙，以前跟蔫巴狗似的，现在赚了钱，尾巴朝上天。昨天当众跟我顶嘴，让我丢尽脸面。你们三个给我想着，今天必须收拾他，让他知道谁是陈家长辈。去掀了他的菜车，把菜扔沟里，揍得他认不出人，让他跪下来磕头别罪，不然陈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。爹，早该收拾他。以前他求咱们借钱，现在忘本，咱们打断他的腿，看他还敢叫板。大哥说的对，揍得他满地长牙，把他的钱抢来给爹补身子。他就是个烂赌鬼，不配摆谱，闯进他家搬值钱的，把他按地上搓。大哥二哥说的对，咱们一起上，让他给爹赔罪。好，这才是陈家的种，别怕闹大，怕识相就认错，分一半钱，不然砸了他的摊子，让他做不成生意。爹，您等着，今天让他知道谁是陈家主事的。板车蔬菜按品类码放，稻草捆扎整齐。吴国柱打量蔬菜。陈山，你这菜摆得有意思，分类清楚，捆得利索，比对着舒心多了。卢老板，菜是给客人吃的，卖相得让人放心。新鲜是底子，规整才显档次。不光卖相好，品控也严，没坏叶烂根，还清了泥土。你这手法不像普通村民，倒像城里老批发商。就是想让您的流水席更体面，客人吃得顺心。你小子有心了，冲着品相和实在劲，每斤加2分钱，这7天保持标准。我成立3家饭店，固定从你这供货，再介绍2家酒楼老板。谢谢卢老板，我每天现摘现捆现送，新鲜度规整度绝不含糊，保证让您和客人满意。好，借车吧，后厨等着用。白菜放阴凉处，别晒着。黄瓜单独装筐，别压坏。萝卜跟白菜分开放，通风保鲜。墙面斑驳，陈山拉空板车路过，3个男人窜出，3脚眼挡物。小子，站住！你就是陈山？我是，有事。以前卢老板的菜都是我供的，你听什么巧生意？识相的让出来，再赔500块损失费，不然不客气。这一片我们哥仨说了算，得罪我们没好果子吃。赶紧滚蛋，不然打断你的腿，砸了你的车。生意靠本事做的。你供的菜，白菜一半是老叶，萝卜灿土快冲重量，吃斤短两不新鲜。卢老板才换人的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。去年你骗王老汉的土豆不给钱，被吊在槐树上打，前个月骗李家庄的白菜，还动手打人，10里8乡谁不知道？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纸包不住火，你敢动我1根手指头，我就去派出所告你敲诈勒索，把你的缺德事都抖出来，让你蹲大牢。哥，他知道太多，咱们先撤吧。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以后再算。3人悻悻离去。陈山走到柜台前。拿2瓶最好的白酒，1包卤味，3斤糕点。好嘞，一共8块6毛。再拿2包水果糖，要水果味的，1毛5一包，2包3毛。岳父以前总护着林贤和小佳，我以前混的时候，多亏他没逼林贤离婚，这次赚了钱，得陪他喝2杯，感谢他的照顾。还回来，你爹早跑路了，挣点钱也是扔不多，就是怕我找他麻烦躲起来了。你们娘俩也不是好东西，耽误你我。我爹没跑，他去给卢老板送菜了，马上就回来，不许污蔑他。小丫头偏的还敢顶嘴，没教养的东西，今天我好好管教你。大伯，孩子还小，别跟他计较。陈山真去送货了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给您赔罪，求您别为难孩子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我就说他是软蛋，以前赌钱输了躲，现在得罪咱爹，吓得不敢露头。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今天他不在，先教训他老婆孩子，让他知道得罪陈家的下场。小丫头片子还嘴硬，你爹就是没教养的赌鬼，教出来的女儿也不懂规矩。谁敢动我外孙女，我跟你们拼命！老东西还敢打人，今天连你一起收拾。你们这些强盗，陈家没一个好东西。都是你这个扫把星把陈山带坏了，今天我替陈家清理门户。不许打我娘！住手！陈富贵，你们敢动我老婆孩子一下试试？陈山，你可回来了！爹，他们欺负娘和外公，还骂你。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，敢跑到我家来撒野！一个不孝子，终于赶回来了，顶撞长辈，还让老婆孩子跟我作对，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你。就是你以为赚了点钱就了不起了，在我们面前，你还是任人拿捏的软蛋。识相的赶紧给咱爹磕头道歉，把赚的钱分我们一半，不然今天让你躺着出去。就凭你们！你们3个废物，怕他干什么？他就是赌鬼出身，没有什么能耐。上，给我做大！对，他就是装样子。我先废了你。陈山兄弟，我找你有点事。孙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在给卢老板供货，我正好有个朋友在城里开酒楼，想跟你谈长期合作。孙德胜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这小子得罪你了？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，你尽管收拾他。
兄弟，你这就见外了。我是小杨村人，你帮我们村民把菜卖了好价钱，大家都感激你。这点小事我免费帮你办。你们胆子不小，敢欺负我孙德胜的朋友。孙大哥，我们不知道陈山是你的朋友，我们错了，求你饶了我们吧。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你别打我们。你们抢占陈山的家产，还欺负他的家人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以后再敢找陈山兄弟的麻烦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，滚！孙德胜带着兄弟离开，小佳依偎在陈山怀里，眼角带泪痕，林贤站在一旁。小佳乖，别哭了，坏人都被赶走了。以后爹一定护着你和娘，再也不让你们受半分欺负，谁也不能。爹，你好厉害，我以后再也不怕大伯他们了。陈山，多亏了你。对了，再过几天就是爹的生日，到时候留点新鲜好蔬菜，咱们给爹好好过个生日。那是自然，岳父以前处处护着你和小佳，这份情我记在心里。不光留最好的蔬菜，我还去镇上买鸡鸽肉，打好酒，好好陪岳父喝2杯。忙完这阵子，带你去赶集，买你上次看中的花布做新衣裳。就你嘴甜啊！陈富贵父子4人坐在板凳上，互相揉着伤口，神色愤愤。气死我了！陈山那个小兔崽子，以前认人大念，现在居然能拿500块钱，还认识孙德胜这种狠角色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爹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当年爷爷去世收留了遗产，说不定被陈山他爹偷偷藏起来，现在被陈山找着了。对，不然他凭什么突然有钱敢跟咱们叫板？遗产本来就有咱们一份，必须要回来。可孙德胜那边，咱们惹不起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孙德胜再厉害，还能管陈家家事？遗产的事名正言顺，他总不能不讲道理。放心，我来想办法保管，让陈山把遗产交出来。村民围在陈山周围，板车上堆着蔬菜，陈山站在中间喊话：村长，各位乡亲，我敢打包票，不出1个月，豆芽价格准能翻倍暴涨。现在种，刚好赶在旺季上市，保准赚得盆满钵满。豆芽菜几分钱1斤，还得天天浇水照看，费力气不说，现在韭黄价格都低，谁知道豆芽会不会卖不上价？听你的说，不定得亏。你以前赌钱输的卖房子，现在不过是走好运当的菜贩子，真以为自己能掐会算，我们可不想白忙活。大家静一戒。陈山上次教的分类捆扎法子，让咱们的菜多卖了2成钱，这是有目共睹。他做事有谱，我信他。我家先种3亩地的豆芽，赔了算我的。想种的乡亲，我免费叫温水泡种控温催芽的法子，保证出芽率90%以上。每天我都来地里巡查，有问题随时调整。供销社内，货架整齐排列烟酒糖茶，售货员小红与2个男同事以柜台闲聊。陈山走进门，同志，拿2瓶最好的白酒，2包水果糖。小红抬眼看清陈山，语气尖刻：陈山，你个赌鬼废物，哪来的钱买好酒？怕是偷的吧？大家小心，别让他顺走东西。识相的滚！供销社不是你这种小偷来的地方。唐雅快步上前，皱眉喝止：住手！顾客上门是生意，哪有这么待客的？唐雅，你傻啊！他以前连饭都吃不饱，现在突然有钱，指不定干了犯法的事，别被他骗了。陈山掏出1沓纸币放柜上，语气平淡：够不够？不够我再补。小红眼神更尖刻，推身边男同事：肯定是偷的，还可能犯了别的事，快叫警察，别让这个罪犯跑了！你们把他控制住，别让他溜了。陈山兄弟，你怎么在这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主任，您可来了。这个陈山是小偷，还可能犯法，我们正想拦着送派出所呢。卢国良脸色一沉，语气严肃：胡说八道！陈山兄弟是我弟卢国柱的朋友，他做蔬菜生意，光明正大赚钱，怎么会是小偷？上面有下岗名额，你们3个辱骂顾客，寻衅滋事，太不像话。先回去反省，明天定谁走谁留。小红与男同事脸色煞白，不敢吭声。卢国良转向陈山，语气缓和：陈山兄弟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正想找你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卢国良给陈山倒温水，2人对面而坐。之前的蔬菜供货商缺斤短两，以次充好，人品不行，我想换。你供的菜在卢老板酒店口碑好，想谈长期合作，供销社食堂和零售区的蔬菜，以后从你这进。卢主任放心，我供的蔬菜当天现摘现送，保证新鲜，价格比市场价公道，一定让供销社满意。卢国良拍桌，朝门骂：唐雅，以后供销社蔬菜供货对接交给你，品类、数量和送货时间都对接妥当。放心吧，主任，我一定办好。办公室门被推开，小红探头进来，伸手想拉陈山胳膊。陈山哥，卢主任，我刚才想了想，是我不对，不该污蔑您。陈山哥，您别跟我计较，让我留在供销社，您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陈山后退避开，神色厌恶：你真恶心！当初辱骂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今天想靠这手段保工作？做梦！2个男同事走进办公室，
主任，这事都是小红挑的头，该让她下岗。小红与男同事争执不休，卢国良拍板定夺。小红哭丧着脸收拾东西，临走时狠狠瞪了陈山一眼。院子里挂着红灯笼，桌上摆着菜肴。林贤和岳母在厨房忙碌，小佳在院井追蝴蝶。陈山提着烟酒礼物进院，放下东西后扎紧厨房。爹娘，我来了，有什么能搭把手的？陈山在厨房摘菜洗菜，动作麻利。林老头站在院门口看着陈山，对身边的老伴说：“这陈山真是变了个人，他是肯干还疼人，嫌丫头没嫁过。以前见了我们就躲，现在嘴甜手勤，小佳也跟他亲。”一家人围坐餐桌，林老头端起酒杯：“陈山，陪爹喝一杯。你踏实肯干，对闲丫头和小佳也疼，爹放心了。爹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以后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，我都给您买。爹，你多吃点，这个鸡肉香。快吃吧，别光顾着喝酒。”灯光映在众人脸上，满是笑容，氛围温馨。清晨，晒谷场母照博物，几十辆板车整齐排列，蔬菜按品类分类捆扎，村民们正忙着装车。陈山站在拖拉机旁，低头清点数量。村长叼着旱烟袋，缓步走来。才短短几天，你就从收1两户的菜，变成吃下半个村子的货了。你给卢老板城里的大酒店供货，他还帮你介绍了好几个大客户，现在每天销量越来越高，小杨村的蔬菜再也不愁卖了。以后我们村就拜托你多关照。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，是你们种的菜品质好，我只是帮大家找了个好销路。以后我会继续拓展客户，保证让大家的菜都能卖上的好价钱。陈山弯腰爬上拖拉机，发动了，朝着城里方向驶去。陈山站在一堆蔬菜旁，卢国柱从酒店内走出，面带笑容。陈山，你可来了！你送的蔬菜品质越来越好了，客人们都夸新鲜爽口，我这生意比以前好太多了。卢老板过奖了，保证蔬菜品质是我应该做的。走，跟我进屋吃点饭，忙了一早上肯定饿了。几辆修车师傅围在一辆小汽车旁，车主站在一旁焦急踱步。陈山和卢国柱路过，停下脚。这可怎么办？我马上要赶去谈生意，车却坏了，叫了好几个师傅都修不好。老板，这毛病太奇怪，我们实在没办法。陈山上前俯身查看汽车引擎，我试试。修车师傅们对视一眼，面露不屑。乡下人，你等修汽车，别在这里瞎捣乱，修坏了你来赔。陈富贵带着3个儿子，村长老老实实站在院子里，林贤抱着小佳，神色局促。大伯，陈山去城里送货了，不是躲着你们。陈富贵嗤笑一声，语气轻蔑：“躲着我们，他就是怕了。上次赶紧撞我，还叫外人帮忙，今天我就要讨个说法。”陈强暴毙了哼，看向村长。村长，您看看，陈山以下犯上，顶撞长辈，还叫外人吓唬我们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种人就该被驱逐出村子。村长老老实实坐在一旁，面露为难。富贵，这事还是等陈山回来再说吧，别吓坏了孩子。陈富贵突然提高嗓门，故意朝周围喊话：“大家快来看，陈山这个不孝子，当年偷了爷爷的遗产，现在就仗着赚了点钱，目中无人，殴打长辈，丧尽天良。”小佳吓得往林贤怀里缩，眼神惶恐。娘，我怕。林贤紧紧抱住小佳，语气恳求：“大伯，你们别在这里闹事，等陈山回来，有什么事好好说。”好好说，他打了我们，还想好好说。今天他要是不出来给我们磕头道歉，我们就不走了。陈山俯身站在汽车引擎盖前，手指摆弄零件。吴国柱车主站在一旁围观。陈山直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：“好了，试试能不能打着火。”车主钻进车里，转动钥匙，汽车成功启动，发动机一转正正。旁边几个修车师傅瞪大双眼，面露惊讶。车主下车，紧紧握住陈山的手：“太谢谢你了，小伙子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，这是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”车主掏出一沓钱递向陈山，陈山摆手拒绝：“不用了，卢老板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以后您多来光顾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”罗国柱看着陈山，满脸赞许：“你不仅生意做得好，还这么讲义气，真是个难得的人才。”车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递给陈山：“我是食品厂的厂长，以后有任何需要，随时联系我。”谢谢厂长。罗国柱转身恭送手下，很快厨房打包好一份宫保鸡丁便来。快回家吧，别让家人等急了。陈山提着打包盒，走向停在路边的拖拉机。陈富贵仍在大声叫嚷，周围围了不少看热闹的邻居。小佳趴在林贤怀里哭：“娘，我要爹，我害怕。”林贤轻轻拍着小佳的背，眼眶泛红，强装镇定：“小佳不怕，爹马上就回来了。”陈富贵瞥见小佳哭，语气更加刻薄：“哭什么哭？你爹是个不孝子，你跟着他也不会有好下场。”陈山推着拖拉机出现在院门口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陈富贵，你又来我家闹事，还吓哭我女儿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
桌椅掀翻，衣物杂物散落满地。陈富贵带3个儿子翻箱倒柜，神色急切。快找，2000块钱遗产肯定藏在这儿。爹，没有，这破房子里只有破衣烂衫。你们不能砸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家。陈勇一把推开林贤，林贤摔倒，额头磕在桌角，渗出血迹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别欺负我娘。滚开，找不着遗产，你们娘俩也别想好过。陈山提着宫保鸡丁冲进屋，眼神猩红，一脚踹在陈富贵胸口，陈富贵撞墙而凶。敢打咱爹，兄弟们揍他！村长跑进屋，厉声喝止。陈山，你反了天了，竟敢殴打长辈！村长，你看他偷了遗产还敢打我，一定要为我做主。陈山冷笑，走到村长身边。村长，您还记得去年麦收后在村西头王寡妇家过夜的事吗？您的草帽还落在他家柴房，要不要我取回来？你胡说八道！是不是胡说？您心里清楚，这事传到您老婆耳朵里，您的村长位置还坐得稳。村长浑身哆嗦，转头怒喝陈富贵一家：你们这群混账东西，无中生有！陈山没偷遗产，是你们贪心打砸抢，赶紧滚！村民上前架起陈富贵父子4人，强行拖出屋外。陈山蹲身扶起林贤，拿手帕轻轻擦拭他额头的血迹。贤丫头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事，你回来就好。陈山站在小树林里，面前站着几个盲流子，他递过一沓钱。帮我办件事，明天开始在村里传言，说我找到了爷爷留下的2000块钱遗产，已经偷给了大伯和陈猛，让他们别声张。陈山哥，这事包在我们身上，保证全村人都知道。记住，做得像模像样，别让人看出破绽。阳光洒满院子，林贤坐在板凳上缝补衣服，小佳在一旁玩布娃娃。邻居张大娘气喘吁吁跑来：陈山，不好了，你大伯家打起来了，打得可凶了。陈山眼睛一亮，语气轻松：走，咱们去看看热闹。会不会出什么事？放心，他们一家子都是白眼狼，让他们自相残杀去吧。院子里一片混乱，陈强、陈勇大儿媳追打陈富贵、陈猛，陈猛衣服撕烂，脸上青肿。老东西，把钱交出来！你和陈猛私吞遗产，想独吞，没门！2000块钱必须分我们一半，不然今天没完。我没有，爹，你快说，钱藏哪了？我真没拿到钱，是陈山那个小兔崽子造谣。混乱中，煤油灯被碰到，火苗点燃柴堆，浓烟滚滚。村民赶来救火，最终房子被烧得面目全非。陈富贵看着烧毁的房子，悲痛欲绝，转头看到陈山，疯了似的冲过去。陈山，都是你害的，你这个丧门星！陈山冷笑：这都是你们自找的，贪心不足自相残杀，房子烧了也是报应。以后再敢招惹我和家人，就不是烧房子这么简单了。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站在门口，是陈山以前的狐朋狗友。林贤脸色苍白，小佳躲在他身后。陈山，你别再跟他们鬼混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爹，我怕。陈山拍了拍林贤的手，眼神坚定。别怕，我不会再跟他们瞎混了。为首的老三笑着上前：山哥，好久不见，你现在做蔬菜生意赚大钱了。陈山眼神冰冷：我现在正经做生意，没空跟你们瞎玩。你们是来借钱或惹事的，就赶紧走。山哥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就是来看看你，想跟你一起发财。我没兴趣，你们走吧，别在我家门口影响我家人。几个狐朋狗友赖着不走，老三翘着2郎腿坐在板凳上，语气轻佻：林贤弟妹，快出来给哥几个做点饭。詹哥发达了，也让我们尝尝嫂子的手艺。就是弟妹别藏着掖着，我们跟山哥可是过命的兄弟。哼，你们别瞎嚷嚷，我请你们去镇上饭馆吃，好酒好菜管够。还是山哥够义气，吃完饭正好去赌场耍2把，咱们兄弟好久没一起赌牌了。行，你们先去镇上的老酒馆等着，我跟贤丫头交代2句就来。陈山，你真要跟他们去赌？我们现在的日子好不容易好起来。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村长给陈山倒茶，陈山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通号码。孙大哥，想让你帮个忙。我以前几个狐朋狗友总来我家纠缠，想拉我去赌钱，还对我老婆不敬。你帮我出面教训一下，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来打扰我家人。没问题，这帮不长眼的东西敢招惹我兄弟，你说地址，我现在就带人过去。镇上老酒馆。陈山挂掉电话，看向村长。陈山兄弟，上次的事真是对不起，我是被陈富贵蒙骗了。我和王寡妇的事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！放心，我不是搬弄是非的人，只要你以后别再找我麻烦，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陈山走出村长家，看到村口几个长舌妇聚在一起聊天，故意提高嗓门。听说村长最近偷偷给家里添置新家具，还买了不少好酒，不知道是发了什么财。陈山，你快说说，村长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？满桌酒菜摆放整齐，
老三、大壮、瘦猴等人正在吃肉喝酒，语气嚣张。陈山怎么还没来？该不会不敢来了吧？他以前就是胆小鬼，全靠我们罩着，现在赚了钱就了不起。等他来，把他的钱都骗光。他老婆林贤长得标致，我早就看上了。等他输光钱，说不定能把林贤让给我。孙大哥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刚才说什么？敢对我兄弟老婆不敬，还想骗他的钱，我腻了。孙大哥，我们跟陈山兄弟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？我看你们是找死。孙德胜的手下一拥而上，对老三等人拳打脚踢，包厢里传来惨叫声。警告你们，以后再敢打扰陈山和他家人，打断你们的腿。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林贤坐在板凳上抹眼泪，小佳坐在一旁默默看着。陈山推开门走进院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没去读？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。傻丫头，我怎么会不要你们？你们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你刚才去哪了？去村长家谈了点事，我要做大买卖，需要村里支持。现在的村长格局太小，得换个靠谱的。换村长？这可不是小事。我没开玩笑，我给卢老板酒店供销社供货，还认识食品厂厂长，生意会越做越大，必须有支持我的村长。我一定让你和小佳过上更好的日子。灯光昏黄，林贤低头缝补衣服，小佳坐在一旁看小人书。陈山摩挲着口袋里的票据，看向母女俩。闲丫头，小佳，明天我去城里结货款，能拿到一大笔钱。你们有没有想要的礼物？小佳想要新娃娃还是花裙子？你娘想要布料或者雪花刀？爹，我不要新娃娃，我的布娃娃还好好的。林贤放下针线，握住陈山的手。我们什么都不缺，你别乱花钱，把钱存起来，以后做生意用得上。以前让你们受了太多苦，现在日子好了，该给你们买点好东西。小佳，我给你买个会说话的娃娃。小贤，我给你买块手表，干活方便看时间。陈山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缺，只要你踏踏实实做生意，一家人平平安安，比什么都强。卢国柱和几个酒店老板围坐餐桌，陈山坐在主位旁，满桌菜肴丰盛，酒杯斟满酒。敬陈山兄弟一杯。我做餐饮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么年轻有本事的供货商，蔬菜品质好，供货及时，还懂经营，短短时间生意就做得这么大。是你供应的蔬菜，客人们都夸新鲜，回头客多了不少。以后我们酒店的蔬菜就固定从你这进货。众人一饮而尽。卢国柱从包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，递给陈山。这是这阵子的货款，一共12000块，一点点。陈山接过信封，入手1点，寿老板凑上前。你可是咱们这一代最年轻的外援户了，真是年轻有为。谢谢各位老板支持，我会把生意做得更大，不辜负大家的信任。陈山站在货架前，端详一台黑白电视机，身后传来嗤笑声。哦，这不是陈山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陈山回头看到同村的梁华，梁华上下打量陈山的粗布衣服，满脸不屑。买东西，这百货大楼的东西可不便宜，你这种乡下人买得起吗？别是来看看热闹，过过眼瘾吧。陈山转头继续看电视机，没搭理他。做人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以前是个赌鬼，现在就算赚了点小钱，也还是个乡下人，跟我不是一个层次的。赶紧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梁华双手抱胸，眼神轻蔑地扫过货架上的电视机。这台普通款黑白电视都要300多块，够你卖多少斤蔬菜了？别打肿脸充胖子，为了面子跟我装逼。这位同志说的对，您一看就是年少有为的干部，气质就是不一样，不像有些人穿着穷酸还想来买电视机。服务员，这台黑白电视我买了，帮我打包。梁华转头挑衅地看向陈山，看到没？这就是差距。我买台电视跟买颗白菜一样简单，你却只能看看。陈山冷笑一声，朝另一个售货员招手：“同志，麻烦把你们这里最好的彩色电视机拿一台。”好嘞，最好的彩色电视机5000块一台，您确定要吗？5000块？你疯了？你哪来的5000块？该不会是偷来的吧？周围的顾客闻声围了过来，议论纷纷。陈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崭新的钞票，啪地拍在柜台上。钱就在这，是我做生意光明正大赚来的。你说我偷的，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是诬告。要么你现在给我道歉，要么我就去你单位举报你诬告他人侮辱人格，让你这个小科员直接下岗。梁华脸色煞白，面红耳赤，嘴唇哆嗦着。对不起。梁华说完，转身狼狈地跑了。麻烦把彩色电视机打包，我要带走。陈山背着包装好的彩色电视机，大步往家走。路过村口，遇到黄大旺父子。黄大旺瞥了眼陈山背上的大纸箱子，满脸好奇。
陈山，你这背着个大纸箱子，里面装的啥宝贝？这么宝贝疙瘩似的抱着。爹，我看说不定是从谁家偷的萝卜，怕被人发现，才用纸箱子装着。有可能，以前就是个偷鸡摸狗的赌鬼，现在指不定又干了什么坏事。我背的是什么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但我警告你们，说话注意点，别乱嚼舌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们说的是实话，你还敢凶我们？陈山没再搭理他们，背着电视机头也不回地往家走。电视，陈山你可真能吹！我远房亲戚在城里当厂长，家里才摆得起电视，你一个卖菜的也配说买了电视？纯嘴硬。爹，他肯定是怕打赌输了，故意吹牛皮。我看这纸箱子里就是些破布烂衫。既然不信，敢不敢打赌？我这箱子里要是电视，你们父子在村口学3声狗叫；要是不是，我给你们家送1个月新鲜蔬菜，天天不重样。赌就赌，谁怕谁？周围村民闻声围拢过来，议论纷纷。陈山放下纸箱子，一把撕掉包装纸，崭新的彩色电视机露出，机身锃亮。我的天，真的是电视，还是彩色的！陈山真买电视了，这可是咱们村第1台电视啊！孙大旺父子脸色惨白，转身想跑，被村民们拉住。别跑啊，愿赌服输，学狗叫啊！孙大旺父子被逼无奈，低着头小声叫：汪！孙大旺父子灰溜溜的跑走。以后大家想看电视，晚上都可以来我家，人多热闹。林贤在灶台前做饭，小佳在院子里玩耍。陈山背着彩色电视机走进院，母女俩瞬间愣住。爹，这是什么呀？好大好亮！这是电视机，能看到好多人，听到好多声音，以后咱们在家就能看戏看电影了。真的是电视？你真的买了电视？爹娘，你们快出来看看。这就是电视，我只听说过大官和城里的有钱人家里才有。现在咱们日子好了，也该享受享受了。以后咱们一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，热热闹闹的。村长骑着自行车，气喘吁吁冲进来，对着村口乘凉的村民大喊：快去陈山家请陈山来，有大事，10万火急，要是耽误了，咱们小杨村的蔬菜就全砸手里了。村民们立刻起身，朝着陈山家的方向跑去请人。村民们围在电视机旁好奇打量。小佳坐在陈山怀里，一个村民跑进来喊：陈山，小杨村的小李来找你了，说他们村长有急事找你。这不是小杨村的小李吗？他们找陈山干啥？该不会是陈山招惹了小杨村的人，他们来找麻烦吧？你们别瞎说，陈山现在在我们小杨村，除了村长就属他最有威望。我们是真有急事请他。村民们离开后，林贤收拾着桌子，陈山抱着小佳坐在电视机前。爹，电视真好看。林贤坐在陈山身边，语气担忧。最近村里有传言说村长贪污了公款，还偷偷给家里添置新东西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是真的，这些传言是我让人传出去的。是你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帮着陈富贵来欺负我们，还楚初给我使绊子，挡了我的路。这种自私自利的村长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必须让他下台。你要小心点，别被他报复。放心，我有分寸，以后村里的事我会处理好，不会让你和小佳再受委屈。小李跑进来，急促地喊：陈山哥，快走吧，我们村长都快急疯了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陈山站起身，把小佳递给林贤：我去看看是什么事，你们在家等着。小李满头大汗站在院中，陈山慢悠悠收拾着东西，神色淡然。陈山哥，快走吧，村长都快急得跳墙了。具体啥大事我不清楚，但听着就天塌下来似的。陈山抬眼瞥了眼墙上的日历，指尖轻点日期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急什么？是好事。陈山转身，闲丫头，不用做我们的晚饭了，晚上我带些卤味回来，咱们全家一起吃。陈山哥这模样，真跟说书里的山野高人似的，天大的事都面不改色。遇事慌没用，得先沉住气。村长踮着脚四处张望，看到陈山后，立刻快步迎上来，神色焦急。陈山，你可算来了，出事了。别急，豆芽价格是不是涨了？今天有商贩来周边村子大肆采购，价格翻了好几倍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没说呢。陈山找了个石头坐下。我让你们种豆芽的时候就说了，价格会暴涨。现在只是开始，拖到后天，每斤还能再涨2毛。我的天，你真是神了！今天一早，好几个城里商贩带着现金挨村收豆芽，出价翻了3倍，村里好多人都想立刻卖了。别慌着卖。这些商贩是冲着期货炒作来的，后天价格会达到顶峰，到时候分批次出货，既能卖最高价，又能避免一次性抛售导致价格下跌。凭你的，你说啥就是啥。村长转身跑进屋里，很快抱出一个布包，塞进陈山手里。
这是我老婆子亲手做的卤鸡、卤牛肉，你带回去给家人尝尝，不成敬意。后天出货时，记得让村民们把豆芽分类捆扎好，品相好才能卖更高价。放心，我现在就去通知全村，谁也不许私自卖。陈山走后，小李挠着头，疑惑地看向村长。村长，您真把这么金贵的卤味送他了？送这点东西算啥？陈山这小子眼光毒，心思细，能掐会算的。要不是他，咱们村的豆芽哪能卖这么好价钱？以后必须把他牢牢绑定在咱们小杨村，不管他提啥要求，只要不犯法，咱们都满足。有他在，咱们小杨村以后指定能富得流油。小佳趴在电视机前，眼睛紧紧盯着屏幕里的商场画面，满脸好奇。爹，这里好多好看的东西呀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这是超市，跟城里的百货大楼不一样，超市里的东西都摆在货架上，自己拿了去收银台付钱就行，不用跟售货员喊来喊去。还有这样的地方，真方便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以前听人说过，以后咱们城里也会有。正好今天我要进城送货，带你们娘俩一起去逛逛百货大楼，想买啥就买啥。我们就不去了，一把年纪了，经不起折腾。你要是方便，给我打点好酒回来就行。你们年轻人带着孩子去逛吧，你跟他爹现在能喝到一块去，比啥都强。陈山帮林贤和小佳理了理衣服，语气温柔。你们先逛着，我去卢老板的酒店送货，送完就来找你们。想吃啥想买啥，别客气。爹，你快点回来呀！陈山点头，转身朝酒店方向走去。林贤牵着小佳的手走进百货大楼，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眼神里满是新奇。林贤带着小佳在看裙子，身后传来尖酸的嘲讽声：“哟，这不是林贤吗？我还以为看错了呢。”林贤回头看到老同学燕飞挽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，满脸不屑地看着自己。听说你嫁了个穷赌鬼，连饭都快吃不饱了，怎么跑到百货大楼来了？该不会是来这找金龟婿，想改嫁吧？飞，这种人跟他废话干啥？看着就掉价。林贤气得脸色发红，拉着小佳想走。我们走。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大喊起来，神色慌张。我的钱丢了，刚从银行取的500块钱不见了。我知道了，贼是他，林贤，他肯定是没钱花了，来这里偷钱。周围的人立刻围了过来，指指点点地看着林贤。小佳害怕地躲在林贤身后。娘，我怕。不是我没偷钱，不是你是谁？你一个穷鬼，没事来百货大楼干啥？肯定是早就预谋好了要偷钱，赶紧把钱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围观人群围得水泄不通，林贤红着眼眶，紧紧抱着小佳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我没有偷钱，我们是来逛街的，不是小偷。”燕飞抱胸冷笑，语气尖酸：“你还敢狡辩？你老公以前就是游手好闲的穷赌鬼，现在你穿得这么体面，指不定是偷了多少回才攒出来的。”不许你说我爹是好人，我娘也不是小偷。燕飞伸手狠狠推了小佳一把，小佳踉跄着摔倒在地。你怎么能打孩子？既然不承认，那就让我们搜搜身，搜出来你就没话说了。搜搜看，说不定钱真在他身上呢。陈山猛地冲进来，一把揪掉燕飞男朋友的衣领，将他狠狠按在地上，眼神猩红。谁敢动我老婆孩子？快来人，小偷的同伙打人了，大家一起上，把他们抓起来送派出所。巴力和阿伟拎着棍子挤进来，满脸凶相。我们是孙德胜的人，在这城里还没人敢动我们陈山哥的家人。百货大楼售货员挤进来，指着燕飞怒斥：“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陈山先生是我们百货大楼的贵客，上次一口气买了5000块的彩色电视机，怎么可能缺钱偷你的500块？5000块的电视，那可是万元户才买得起的。原来她老公这么有钱，怎么会看得上500块？我看是这个女的故意诬告吧，说不定是嫉妒人家过得好。”陈山上前扶起林贤和小佳，轻轻擦拭小佳脸上的泪痕，眼神冰冷地看向燕飞二人。我老婆孩子要是少一根头发，你们今天别想走出这百货大楼。你别吓唬人，说不定是他运气好，嫁了个暴发户，可谁知道这钱是不是干净的？说不定就是偷来抢来的。中年妇女突然一拍脑子，应不出声。等等，我的钱找到了，刚才着急掏东西，掉在货架缝里了。众人目光齐刷刷看向燕飞，燕飞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手足无措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你诬告我老婆偷钱，还动手打我女儿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让他道歉，必须给人家母女道歉，还得赔偿精神损失，平白无故受这么大委屈。对不起，是我们弄错了，我们这就走。想走没那么容易，要么现在给我老婆孩子磕头道歉，要么我就报警，告你们诬告陷害、故意伤害，让你们在局子里好好反省。燕飞看着周围愤怒的人群，又看了看陈山身后凶神恶煞的阿里和阿伟，吓得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百货大楼门口，燕飞脸色惨白，紧紧拉着男朋友的衣角，连连求饶：“陈先生，对不起。”
是我搞错了，我不该诬告你老婆，求你饶了我们吧。陈山转头对身边的售货员交代：“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老婆和女儿，谢谢。”陈山使了个眼色，阿丽和阿伟立刻上前，架起燕飞和她男朋友，强行拖进旁边的僻静巷子。巷子内，陈山靠在墙上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二人。燕飞，你喜欢嚼舌根诬告别人，那就得付出代价。阿丽给他掌嘴，然后画张他的画像，打上包小姐的广告，贴满全城的大街小巷。你敢动手推我女儿，还想搜我老婆的身，那就扒光你的衣服，把你带到你家和你单位门口，光着身子溜3圈，让大家都看看你是什么德行。燕飞和她男朋友吓得魂飞魄散，哭着拼命求饶，却被阿丽和阿伟死死按住，动弹不得。陈山从口袋里掏出400块钱，分成2份递给阿丽和阿伟，又递过1包烟。辛苦你们了，这点钱拿去买点东西。陈山哥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该做的。还是陈山哥有脑子，不动手也能把人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不像我们只会打架。跟着陈山哥和盛哥，以后咱们肯定有好日子过。陈山点点头，转身朝百货大楼走去。林贤抱着小佳，轻声安慰着。陈山快步走过来，伸手摸了摸小佳的头。小佳不怕，坏人已经被爹教训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事，只要你和小佳好好的就行。走，爹带你们买，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，今天让你们尽兴。陈山带着妻女穿梭在各个柜台前，陆续买下连衣裙、雪花刀手表、会说话的娃娃花裙子和一堆零食。林贤和小佳脸上渐渐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售货员带着陈山走进办公室，王主任立刻站起身，热情地伸出手。陈先生你好，久仰大名，听说您上次买了我们这里最贵的彩色电视机，年轻有为。王主任客气了，我今天来是听说百货大楼要进行改制，想跟您谈一笔合作。我有稳定的蔬菜豆芽供货渠道，品质好，产量足，想成为百货大楼的专属供货商，帮大楼降低采购成本，咱们互利共赢。哇，陈先生有什么好想法？不妨详细说说看。王主任端着茶杯，反复打量陈山，语气带着试探。陈先生看着年轻，气场倒像是在商场打滚多年的老江湖。不瞒你说，百货大楼改制确实要搞竞标承包，不是内部人想做就能做的。王主任直说，竞标需要什么资质？大概要多少资金门槛？资质倒是其次，关键是资金实力，少说也得70万，而且竞标就在半个月后。陈山眉头微蹙，面露难色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桌椅。果然是有几分生意头脑，但实力还是差太远。7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这乡下小子肯定拿不出来。陈山沉默片刻，站起身，微微颔首。多谢王主任坦诚相告，我心里有数了，改日有机会再向您请教。陈山骑着拖拉机往家赶，晚风掀起他的衣角，拖拉机颠簸着碾过土路上的石子，他眼神深邃，若有所思。乡间路边围满看热闹的村民，燕飞的男朋友被绳子拴着，光着身子在田埂上狼狈流鞍，嘴里不停求饶。风里飘来印着燕飞画像的传单，包小姐3个大红字格外刺眼。村民们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陈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眼神愈发坚定。和岳父相对而坐，陈山频频举杯，神色凝重。你心里有事吧？从城里回来就没舒展过眉头。爹，我在想怎么在半个月内赚到70万。你喝酒喝疯了？70万，那可是天文数字，就算把咱们全村的房子、田地都卖了，也凑不齐啊。爹，您就当我异想天开，等我做成了再给您细说。没有灯昏黄，林贤坐在床边，看着陈山辗转反侧，神色担忧。唉，陈山，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从城里回来就一直愁眉苦脸的。陈山转过身，紧紧握住林贤的手，眼神坚定。没什么麻烦，就是在想要不要拼一次。我想让你和小佳还有爹娘过上更好的日子，住装马房，穿新衣服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。我现在已经很满意了，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和和睦睦，比什么都强。不过你要是决定要做，我肯定支持你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陪着你。小佳从被窝里探出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爹，我也支持你，你最厉害了，一定能做到。好，有你们支持，爹一定拼尽全力。咱们第一步就是先让现在的村长下马，换个靠谱的人主持村里的事，以后做生意也能少些阻碍。你还真要换村长啊？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的。当然是真的，他挡了咱们的路，就得给咱们腾地方。人声鼎沸，村民们围得水泄不通，个个怒气冲冲，拍着院门大喊：村长，你赶紧把乡里发的福利拿出来！小杨村的人都跟我们说了，乡里给每个村子发了大米、面粉和食用油，还有补贴款，你是不是都自己私吞了？就是，最近村里到处都在说你贪污公款，偷偷给家里添置新家具、买好酒，原来都是真的。你把我们当傻子耍？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就去乡里告你。村长吓得脸色惨白，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
透过门缝看到陈山路过，急忙喊：“陈山兄弟，快帮我想想办法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村长，现在村民怒气正正，硬扛着不是办法。我建议你先去城里避避风头，等村民气消了再回来。村里的事不如请老村长暂时回来主持工作，老村长威望高，能镇住场面。对呀，还是陈山兄弟你聪明，太谢谢你了。陈山看着村长慌慌张张收拾东西、狼狈跑路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。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八仙桌上，老村长坐在主位，手里摩挲着搪瓷杯，眼神锐利地看向陈山。村里的事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背后谋划吧？是我。那正好，原村长跑了，村里不能没主事了。我看你就来当村长，你有脑子，有魄力，能带着大家过好日子。我不当。我知道啊，你当年犯浑受了不少委屈，可我一直觉得咱们村就你最有出息，别人撑不起这个担子。我对这个村子没什么感情，我真正想做的是在村里搞个大规模种植基地，把零散的田地集中起来种蔬菜豆芽。但我现在资金紧张，承包费只能先付一半，剩下的等有收益了再补。原村长和那些跟他一伙的村民肯定会使绊子，我才不得不先把他拉下马。行，我帮你，集体签约的事我去跟村民们说，保准让他们放下顾虑。多谢老村长。夜色渐浓，煤油灯昏黄的光映着墙上的城里地图。陈山趴在桌上，手指在地图上反复摩挲，眼神专注。林贤端着一杯温水走进来，轻轻放在他手边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对着地图看什么呢？在规划咱们一家人暴富的路。等种植基地办起来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就能住砖瓦房，开小汽车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长桌平摆整齐，上面放着合同和笔墨。老村长站在一旁，陈山神情沉稳。黄大旺带着几个邻居凑在角落，满脸不屑。陈山这是想钱想疯了吧？还搞种植基地，我看就是想骗大家的地。他坑蒙拐骗惯了，突然洗心革面又买了电视，估计就是背后有孙德胜之流在下套。他就是个狗腿子，帮着坑骗父老乡亲。村民们议论纷纷，眼神里满是怀疑，没人愿意上前签约。闭嘴！陈山现在踏踏实实做事，你们别在这里瞎嚼舌根。老村长走到桌前，拿起笔，毫不犹豫地签下名字。我第一个签，我姓陈山。村民们依旧冷眼旁观，没人动弹。肯定是陈山花钱请的托，故意搞这么大场面骗人。就是没脑子的东西，以为这样就能唬住人。老伙计，你们村怎么没人签约啊？大家别愣着，赶紧签。陈山这孩子靠谱，跟着他有肉吃。上次豆芽暴涨，咱们村谁家没赚着钱？小杨村村民立刻排起长队，纷纷拿起笔签字。老村长看着这一幕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本村村民见状，凑上前翻看合同。租金比自己种地赚得多，还能去基地干活拿工钱，年底还有分红，条件挺不错。是，小杨村的人都信他，咱们还有啥好怕的？越来越多的村民动了心，陆续走到桌前签约。黄大旺和大伯看着热闹的签约现场，脸色难看的撇撇嘴，不再说闲话。签约长桌前人声鼎沸，小杨村村民排队签约，本村村民也陆续落笔。晒谷场角落，大伯陈富贵带着黄大旺几人凑了上来，满脸微笑。陈山，我们也欠，都是一个村的乡亲，哪能真计较以前的事？你发达了也得带着我们赚点钱。就是，之前是我们糊涂，不该听风就是雨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滚！你说啥？我说你们不配。当初我要带着大家做事，你们处处拆台造谣，把我当骗子。现在看到小杨村的人赚了钱，看到签约有好处，就想来分一杯羹。晚了。陈山，你没良心，忘了小时候谁给你送过饭？你这么绝情，迟早遭报应。公报私仇，你这是故意刁难我们。当初是谁在背后散播谣言，说陈山私吞好处，坑害村民？现在人家不计前嫌，想带着大家赚钱，你们还好意思凑上来？赶紧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老村长招呼几个年轻村民，把大伯一行人推搡着赶出晒谷场。围观村民纷纷叫好，掌声不断。夜幕降临，院子里挂着红灯笼，映得满院温馨。林贤在厨房忙碌，案板上鱼肉青菜新鲜饱满，岳母在一旁打下手。陈山，今天这场面可真够大的，2个村子的人都来给你捧场，你现在看着真像个大人物。以前真是看错你了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本事，能让外村的人都这么信任你。都是大家抬举，没有2位村长支持，这事也成不了。
陈山，你承包这么多土地，光买种子、雇人、建大棚的前期投入就不少，回本肯定慢，你就不着急？我根本没指望靠种植基地本身赚快钱。任你图啥？这么大动干戈搞基地，难道不是为了多种菜多赚钱？它就是个工具。有了这片规模化的种植基地，我就能拿着土地承包合同、村民签约证明，去银行申请大额贷款。现在银行鼓励支持农业生产，尤其是这种带动村民致富的规模化项目，贷款审批快，额度高。有了贷款，我就能凑够百货大楼竞标的资金，甚至能拿出更多钱拓展其他生意，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。你这脑子也太活了，我们只想着种的卖菜，你却想着用土地撬动银行的钱，做更大的买卖。夜色渐浓，彩色电视机播放着城里商场的广告。小佳躺在陈山怀里，小手揪着他的衣角，眼神憧憬。爹，你是不是要当电视里那样的大老板了？以后我们是不是也能住电视里那样的大房子？差不多吧，以后爹让你和娘都住上砖瓦房，穿上最漂亮的衣服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陈山，这么晚了，是谁呀？陈山起身，眼神明亮，充满对未来的期待。我去看看。